好，接下來關心10艘的05萬噸大區現在全面的成軍。今天會來關心到的是，現在中國大陸解放軍在第一島鏈它的戰力是否全面改寫呢？另外，我們來關心的是南昌艦1對2震懾外敵。今天就這些議題來一起做關心。好，趕快來看到現在海上霸權重新改寫的原因，就是因為東莞號跟安慶艦呢，它已經正式的列裝到東部戰區了，也就是代表05大區現役的數量正式的突破了10艘。我們要知道哦，其實在短短的6年就有10艘成軍。當時從這個2020年首艦南昌艦開始算起的話，其實成軍的速度是非常快的。05大區的戰力，帶觀眾朋友也稍微來看，萬噸級排水量，112個單元垂直發射系統，具備區域防空、反艦、反潛、對陸打擊等等的能力哦。一艘05大區就是一個海上的作戰節點，被視為是航母編隊的帶刀侍衛。這麼快，6年期間10艘，代表什麼樣子的一個動員能力？10艘大區對於未來解放軍整體的戰力的提升有多大？將軍怎麼看？馬漢美國的戰略學者叫馬漢他提的海權論，他特別講了一個觀念，就是哪個國家能夠掌握到海權，他就擁有這個全世界的財富那我們看到，從最早的時候是英國掌握了海權，它等於說建造一個所謂日不落國的一個帝國。然後2戰之後是美國掌握全世界的海權它現在有11艘航母部署在全世界各個節點，所以变成美國是超級的一個大國。那中國在這方面當然也看到了，所以它積極的在發展它的海軍的作戰實力。那從最早的他所謂的沿海的海軍，沿海海軍就是說，你的軍艦只能在沿海走不能在超過陸上掩護的作戰距離。那到現在所謂的遠洋海軍就是深海海軍。深海海軍就是它有航母戰鬥群它整個航母戰鬥群開出去，它可以張開一張保護網，保護自己的艦隊。那因為有海上海權，它就可以實施海上的運輸這海上。這個海運的安全，它就可以維護到自己海運的安全確保到這個地方。所以海權對任何一個國家到現在看起來是非常重要的。那中國大陸來講，它這個你看看055這個真的是超過我們預期的造艦速度從第一艘南昌艦舷號1洞1，到現在第10艘舷號11洞東莞號跟安慶號正式入列。中間也不過就6年的時間，居然有10艘的055這種大型的驅逐艦可以入列服役。除此之外，大家不要疏忽了，中國大陸來講052D 這款的也是屬於驅逐艦，也是戰力很強的驅逐艦，它總共也有36艘另外還有3艘的航母，這個也已經入列服役了。之後可能第4艘航母也即將有可能在短期之內就會成軍。所以我認為這個就中國大陸來講的話，它海軍實力已經很明顯的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快速的上升。那反觀美國來講，這時候它海軍顯現出來它這個力有未逮包括到我們這次看到福特號它的失火，還有它的兵力航母調配的不足，甚至於傳言中它已經退役的李米之號，因為這次的中東戰爭都要重新再回來服役。我覺得從這邊東升西降的態勢已經很明顯了。那未來中國大陸應該，如果它05大區持續的建立，它的航母戰鬥群持續完成之後，我覺得它未來的戰力就不再只限於這個所謂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之間，它可能就可以突進到這個太平洋、西太平洋，甚至於到印度洋的可能性都很大。那時候很快的，我相信中國大陸在短期之內就可以看得到他們所謂建立他们海權的國家，可能繼美國之後，世界崛起新的海權國家。好，海權霸權，中國大陸正在崛起當中那我們也稍微看一下現在整個中國大陸解放軍它的這個萬噸大區，它所放置的位置、部署的位置，在北部跟南部現在呢是各有4艘，所以這樣加起來是2艘嘛。那再加上剛剛我們講的那2艘的話，就是東莞艦跟安慶艦加起來總共是10艘，等於說第一島鏈現在全部都已經排好陣仗了，那可以來做完整的封控，就是它北部有這個朝鮮跟黃海，中部有台海跟東海，南部則是有
南海可以做到完整的區域拒止。張將軍怎麼看他的戰力？我認為現在在很積極的做這個萬噸這個大區哦，我認為他的考量，中國大陸考量是要讓這萬噸大區變成海上火力堡。為什麼它112組垂發，上面可以掛到這個我們講到的這個反艦巡弋飛彈，還有這種海上的我們的海紅旗防空飛彈。那這樣的話，變成海上火力堡，為了它的單元最多嘛，112個，然後旁邊它不會單艦作戰，旁邊有飛彈護衛艦跟飛彈巡防艦陪到，因為加強制空，還有加強水下作戰，這樣它就安全了。然後它變成這個海上的火力堡，112個組出去，你看看那個形成多大的這個火力。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認為中國大陸的考量是考量到航空母艦在未來作戰它的前瞻性，航空母艦在未来作戰的這種戰略價值慢慢降低了，是要大量的去做航空母艦，我認為會所惠不知，而且變成事倍功半。怎麼說呢？因為航空母艦是盾重性，它出來的時候旁邊飛彈巡洋艦、還有飛彈驅逐艦、還有飛彈護衛艦都要跟到，下面還要有一個這個核子動力的攻擊潛艦在做水下掃蕩。哇，盾重性太大了，每次出來的时候這個陣仗那麼大，那這樣子的話很容易形成戰略打擊目標，陣仗太大，盾重性太高，你所能夠發揮的這種作戰的戰力就會相對的受到壓縮。第二個，高價，你這航空母艦跟萬噸大區比起來，航空母艦貴多啦。對，我們看美國一個福特號，美國一個布希號，就要130億美元，哇，這個你看看那個價格多大，高價性。我們為什麼要把這個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我把它變成萬噸大區，可以做10艘萬噸大區，不是很棒嗎？它是這樣的，變成一個海上火力堡，又可以保持機動性，又可以保持火力的打擊，不是很棒嗎？這是我們講的，這是這個高價性。第三個，航母的風險越來越高，包含超音速導這個彈道飛彈打它，無人機群也可以打它，蜂群戰術或者螞蟻雄兵去打它，還有一個水下無人機、水下無人器，這去攻擊它。所以現在航空母艦到處這個心驚膽跳啊，有的從太空過來的這彈道飛彈打它，對不對？我們講東風24或東風26都可以打航母的，是不是？那現在無人機的大家是無人機的天下，這個螞蟻雄兵就過來了。所以現在航空母艦呢，整個的戰略價值慢慢降低。那要取而代之是什麼？萬噸大區嘛，你要找一個海上火力堡就出來了嘛。這個換句話說，這個萬噸大區它以後變成海上作戰集群。我不是一艘出去，我旁邊帶的2到4艘，這個一個集群就出去了。結果可能發揮的機動性，可能發揮的打擊力道還不輸航母。結果航母那麼貴，那既然萬噸大區可以做取代，那幹嘛不發展萬噸大區？機動性快，機動性高，隨時可以出去應戰。那這不是？那這樣的話，為什麼這種本小效高、事半功倍的這個萬噸大區不用呢？我認為他已經看到未來前瞻的海上作戰的特性而做修調。好，所以10艘的萬噸大區也代表這個解放軍看到這個未來新型戰場的策略正在改變哦，改成這種比較具有機動性的這個萬噸大區來在戰場。那現在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畫面，我們也想要了解一下，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突然間釋出，就是南昌艦了。這時候服役6週年，它現在官方釋出的畫面就是南昌艦以1敵2，逼退外敵。重點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公布？漢庭怎麼看？在這個節點呢，公布以1敵2，就是要告訴世界，當某些強權正因為戰略的誤判在中東失血的時候，西太平洋的海上長城仍然穩如泰山。那根據所公布出來的資料，是在遠海遭遇了2艘外國的軍艦船。那據目前的分析呢，可能是某國家的阿利伯克級的驅逐艦，還有附近的一些補給的艦隊。那他們來跟蹤啦，他們來騷擾啊。最後中國大陸的南昌艦，就透過不斷的迂回，透過不斷的這些運作，然後這個成功的逼退了對方。那在此時此刻，它的披露其實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呢，是在戰略的期間，目前美軍正從沖繩還有日本調離了大量的精銳前往伊朗的戰場，所以亞太兵力呢出現了近10年以來的一種真空感。所以這個時候呢，南昌艦它的強悍表現是在警告一些如果有人想要投機的勢力，對吧？就算美軍主力東調，中國海軍呢仍然是有很強大的優勢。
第二呢，這也是一種展開軍事的透明度跟自信的提升嘛。過去強調韜光養晦，現在呢就是要威懾，而且還要宣傳啊，告訴大家自己是有實力的，而且已經達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再來第三呢，總會有人覺得，你看大陸是紙老虎啊，你看這個美國可以兩邊都開戰啊，對吧？那出來了一下，總是要能夠證明中國大陸在近海第一跟第二島鏈的時候，還是有非常強大降維打擊的能力。而且呢，也是要做給國內的民眾跟軍隊看的，幹嘛呢？要傳遞，強軍有我，戰之能勝。在影片裡面呢，有海軍南昌艦的女兵，她就回憶當時的一個氛圍。她說：“我要把好舵，要聽清舵令，國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時候到了，祖國利益高於一切，包括生命。”哇，這當然就是宣傳滿滿的愛國感啊。那我們也要問，那不知道。